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中国的预警机比美国的预警机领先2代吗？举国体制为什么能够创造科研奇迹？新华网最近邀请了我们国家空警2000预警机的总设计师陆军院士做了一个专题节目，介绍了我军预警机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的展望。陆院士证实了我军空警500预警机在性能上要比美国的预警机先进2代。预警机最早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问世的，是美国最早搞出来的。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在空中预警机这个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到目前为止，预警机一共发展了几代呢？大概是3代。第一代空中预警机，它采用的雷达基本上是单脉冲体制。那么，采用单脉冲体制的雷达，它能够看空中的目标，但是看低空目标会碰到很大问题，就是地面杂波的干扰，或者是海面杂波的干扰。那么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呢，逐渐的出现了第2代的空中预警机。那个时候的预警机逐渐换装了新型的机载雷达，同时呢，它还增加了一个功能。过去的预警机主要是一个空中的雷达站，用它呢发现远方的目标。那么到了第2代，空中预警机就由单纯的空中雷达站变成了一个指挥所加雷达站这么一个平台，有了较强的指挥控制能力，但是他们的探测距离以及对地面杂波干扰的这种克服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的。那么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呢，美国研制出了 E2C 系列舰载预警机和 E3A 系列大型战略预警机，才把这些问题呢基本解决。那么他们怎么做到的？主要采用的是脉冲多普勒雷达。脉冲多普勒雷达呢，不仅仅是一些中大型的预警机所采用的主要的雷达体制。第3代战斗机包括 F-16、F-18以及 F-15、米格29、苏27、幻影2000这些第3代战斗机，基本上都采用的是脉冲多普勒雷达。中国的预警机开发可以说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了。当时呢，经过努力，我们终于搞出了自己的第1代空中预警机空警1号。那么它的机载雷达是用地面的一个侧高雷达改装的，能力有限，看空中目标还行，但是一旦向下看，马上受杂波干扰的影响，基本上就两眼一抹黑了。我们的第1代空中预警机由于技术不成熟，最终呢下马了。那么后来呢，又想和其他国家联合开发空中预警机，因为人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都很需要这样的一个装备，因为空中预警机是空中作战能力的倍升器，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进行指挥控制，未来要想夺取制空权是非常困难的。这个道理都懂，但是我们当时没有能力研制，只有和国外联合开发。但是由于受到种种制约，联合的路子被中断了，我们不得不自力更生来开发。结果经过努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开发出了中国第一批技术成熟的空中预警机，那就是空警200和空警2000。它们的问世不但填补了我们的空白，而且一步跃入了世界先进水平。美国的 E2、E3 系列预警机到现在依然采用的是脉冲多普勒体制，而我们的空警2000、空警200采用的是有源相位阵体制的雷达。那么无论是空警200还是
空警2000它所采用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要比美国高一代，这一点就连美国人自己都承认。我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在终于有了国产的预警机。那么又过去了10年，中国又开发出了更先进的，在70周年大庆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的空警500预警机。这个预警机个头不大，它和空警200差不多，要比空警2000小。它的雷达罩呢，尺寸直径也相对要比较小。我们知道空警2000首飞上天之后呢，它创造了好几个世界第一，其中一个世界第一就是它的雷达罩的直径达到了14米，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类似的预警机。而空警500这个雷达罩又缩小了，但是别看它缩小了，能力可一点不弱。我们知道雷达的探测距离和它的天线尺寸是有密切相关的，尺寸越大，探测距离越远；尺寸越小，那么探测距离呢越近。但是我们的空警500虽然它的圆盘式的预警雷达天线减小了，但是探测距离一点没有缩短甚至呢还要更好一点。怎么做到的？是因为空警500采用了新体制的雷达，那就是数字阵列雷达。那么数字阵列雷达怎么来理解？它是不是也是相控阵的呢？大体上也是相控阵的，只不过这个相控阵和原来的相控阵是有差别的。它采用的这个收发单元，过去是模拟式的，现在变成了数字式的，可以做得更轻、更小，能耗更低。那么在同样面积的天线阵上，它可以安放更多的收发单元。那么收发单元越多，它集中起来的发射功率就越大，是吧？探测距离就更远，这个对目标的处理能力就更强，而且呢，使用功能更多可以这么讲吧，它的数字化、自动化水平大大改善。和空警200和空警2000相比，空警500在体制上又上升了一代。从这个角度讲，是不是比美国现在的 E3 系列的大型空中预警机还要先进2代啊？应该说完全是可以这么讲的。我相信随着中国电子工业、航空工业的发展，未来呢，我们会有更多更先进的空中预警机出现，包括舰载的预警机和其他的岸基的预警机。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研制预警机系列最多的国家之一。那么这个优势恐怕我们还将继续保持下去。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